个买房其实是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的啊，特别是我们在北美哈常常都牵扯到今天买房，明天卖房，然后换一个地方，因为孩子的问题，因为工作的问题，或者因为经济的问题啊，都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卖房在这个过程中，夫妻俩之间都是有很多的矛盾会出现，甚至不同的意见啊。那在雪伦师母，你们也会有这样的体会，你们的一些故事和感受、体会和神怎么在这当中动工，好不好？那我想请讲一讲好不好？事情的经过吧。买房子这个牵涉到很多价值观的问题，夫妻之间的顺序的要求priority 叫什么优先取舍不一样哈。我想我们很多的买房子的中介也很习惯，太太看了好喜欢，先生不满意两个为了买房吵架很常见那我们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我们碰到的不是房子的条件什么的，在这个地方我们买房好几次，我们有列出这个我们觉得重要的优先顺序，讲实在话还蛮相像的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买房子是为了要侍奉神，是为了开放家庭，是为了建造门徒所以我们要什么样的房子其实是蛮有一致性的那我们在加拿大卡加利那边买房子遇到了什么问题，是我们在需要很短的时间内，1个月内就要决定下来但是呢我先生他很希望每一个房子他都参与到所有的细节那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时间这么短那你要看的房子就是要很快的看过，然后筛选出适合的，就需要很多时间跟房仲配合嘛。可是我先生要上班，他每天都要上班，那他要能够拿出来去看房子的时间就非常少，以至于这个目标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你可能要看30个房子，你才找到三个适合的，对不对？那你30个房子要在1个月内看完，这不可能，你可能需要3个月。如果每一个房子他都要看的话，后来我一看这个时间，这个情况实在是不行有一天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我就跟他说，你能不能信任我，就让我自己去跟房仲看就可以了，对不对？这个房子看出来有些一看就不适合，那根本就不用考虑了，你也不用花时间，对不对？如果我们都要等你有空我们才能够去看房子的话，那都看到何年何月呢，对不对？我们绝对不可能在1个月内把这个决定定下来结果我先生他就觉得我特别不尊重他，他是付钱的人，对不对？他是负责付贷款的人他是赚钱的人怎么可以这么大的事情他没有过眼就决定呢那他就觉得我这个提议不合理把这个被子枕头拿出去让我独守空闺赌气那我也不理他你要赌气去吧，我没办法，对不对？我已经把我的想法提出来了嘛有意思第2天早上他居然跟我道歉我就觉得哇，我说你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前一天晚上神找他谈一谈这一段他来讲。好的，孙牧师你来就是刚刚讲到买房跟价值观有关系，然后还有优先序等等。其实我们在这方已经有磨合过，刚刚薛仁讲过，我们甚至做出一个评分表来，每一项多少分，我们都看过房子，2个人都打分数，然后会用那个分数的排比来决定说哪些房子会比较有。其实我们已经有一套方法。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不是在于价值观跟优先顺序，是在于权柄，就是我要掌权，就觉得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是付贷款的人，我在负责，我这个权柄不愿意放，那这是这个最重要这个问题。而这个权柄的这个问题呢，在那天晚上呢，我觉得上帝很奇妙的，他都对我说宋恩，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你为什么不信我？我说哪有，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我这对不对？都已经全职做牧师做传道，我这奉献我一生，对，不但是信这个受洗信主，而且还奉献，我怎么不相信你？那上帝下一句话就更妙，他说：既然你相信我，为什么你不相信我给你的另一半呢？我就突然哑口无言了。我就想说，对我这一生
最大的2个可以说3个啦。第一个决定就是信耶稣，成为一个耶稣的门徒。第二个就是做牧师，上帝呼召我，就是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这是上帝在母腹中就给我的呼召，给我的计划啊。这2个就是上帝跟我个别的，就是个人的之间的这个关系。那第3个呢，就是许薛仁跟薛仁结婚，这个就是上帝介入在我们这边是一个3方的关系，他介入到我们当中去引导我们。之前见证已经讲过了。那我觉得这个决定是对我人生影响我人生最重要的3个决定，而且我觉得是做最正确的决定。成为耶稣的门徒，成为主的仆人，跟成为薛仁的丈夫。那我觉得我们之前有分享过，我跟薛仁当中也有很多的不一样，也有很多的矛盾冲突，但是我觉得整体而言是对我的服事，对我个人生命的成长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没有薛仁，我一个人，我的生命很多地方摸不到啊。那这一次透过这个方就是它在于，就是那个我到底信不信任薛仁能够授权把这权柄给他？那我信不信上帝就更直指核心的问题是，你到底信不信任我？你如果信任我另外一半，难道我没有智慧？难道我不知道你需要另外一半吗？难道我这样的配合不是最好的吗？他能够补不足啊。那你给你的帮手，你应该相信他啊，是基于相信我这个基础上面。说对，就跟上帝悔改，就认罪，说对，这其实是我不相信薛仁，其实就代表我不相信你。那所以第2天吃早餐的时候呢，就先大家道歉，然后呢就跟他说，从今天开始，你跟仲介约好可以去看房子去看，然后你看好你觉得可以的呢，那你回来跟我讲，我100%完全相信你，我甚至可以不用去看第2次，只要你觉得你祷告，你也清楚，你也觉得这个房子，你也知道你想要什么，不要什么，但是我就100%完全的授权给你，我就是去签字跟办贷款的就好。那我们就这样分工好了，就这样。那薛仁完全不可置信的说，到底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昨天晚上气冲冲的离开房间，今天回来这个态度很好，还道歉，还完全的授权，这完全天差地别。他不敢置信，拿出一张纸跟笔说，来写下切结书来。对对对，写下签名说完全的授权，不可能嘛。以免我好像生怕我马上下一秒钟就反悔这样子啊。我说不会反悔，因为呢，这个我深刻的学到一个功课，就是相信老婆跟相信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就跟他讲了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上帝怎么跟我对话，然后还有我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问题在哪里，然后我觉得我需要做出的调整，所以我就做了这个样的一个决定，就全然的去授权给他。但这故事还没有完啊！你看这是上半段，下半段你可以听薛仁，然后他的分享。最后我们就发现那个权柄呢，其实不是在我手上，也不在薛仁手上。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